大家好，欢迎大家，我是大吉。今天这个事件充满了疑点，是日本历史上少有的在民事判决上被认定为是他杀，而警方认定是自杀的事件。而且当事人的职业是一位成人影片的女优，也让事情备受关注。也因此，我在搜索资料的时候经常会进入一些奇怪的网站，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但是问题不大，我还是全方位的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不妨在过程当中，屏幕前的你也开动一下自己的小脑筋，它怎么就又变成悬案了呢？我们就把时间拉回到2002年。事情发生在日本长野县岩尻市的郊外。2002年10月12号晚上8点55分，一通火警报案电话打破了这的宁静。当地的消防队得知奈良井川的河边有一辆车正在着火，于是马上赶到现场，并将火扑灭。起火的是一辆本田奥德赛，事故中2人死亡，但这似乎并不是一起简单的火灾或者是交通事故。死者为一男一女，男性死者在车内后座经过长时间的灼烧，已经看不清样貌，左手握着一把尖刀，车门是锁死的状态。而另一名女性死者则是趴在距离车辆10米远的地面，因为是面部朝下，所以样貌还是可以分辨得出。除了被大火灼烧之外，背部和侧面还有几处被刀刺的伤口，伤口和车上男性手中的刀具吻合。通过女性死者的样貌，很快就得知了她的身份信息，她叫陶景旺，24岁，是一名 AV 女优。然后又经过车辆信息比对，男性死者叫酒井宏树，25岁，是陶景旺的男朋友。环顾事发现场，起火的地点非常的偏僻，附近没有人家，旁边的车道虽然狭窄，但是足够让车辆顺利通行。现场没有激烈的碰撞或者是急刹车的痕迹，车辆是自然驾驶到路边的野地，被淋上了煤油之后点燃起火的。而且男性死者酒井的家距离案发地点倒是不远。日本警方认为事发现场除了消防队员之外，再无任何人出现的痕迹，所以根据现场得到的线索，警方初步认定是酒井驾车带陶景旺到郊区，持刀将其杀害，然后将车淋上煤油，点火自尽。动机是因为陶景旺的特殊职业关系和2人的情感纠葛，所以认定这是自杀。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？答案是不一定。你看看这个视频的进度条啊，猜到哪儿啊？因为如果是酒井主导了这一次自杀，那下面我所要罗列的这些无法得到解答的疑点，就让这个事情变得让人很难以理解。那经过尸检，虽然2人是被火灼烧，肺部吸入的烟量却只等同于1颗香烟的剂量。陶景旺好解释，是先被酒井杀害，所以没有吸入，而酒井也是如此，说明他也是先死亡的。如果是自杀的话，就需要先点燃汽车，然后再进入汽车后座，自行了断之后再被火烧。一个想自杀的人似乎没有理由搞得这么麻烦。他的惯用手是右手，现场却是左手握刀，刀的来源没人知道，并不是他家里的，并且自己身上没有发现刀伤。资料显示死因不明，但头骨有凹陷和裂痕，或许生前被人打击。而点燃汽车的煤油从哪来的也不得而知。日本很多家庭在冬天会用煤油暖炉取暖，酒井家里备有4桶，但是都没有动过。案发现场既然用煤油助燃，那就一定会有装煤油的容器，可在4周仔细寻找后却没有发现。一起失踪的还有汽车的钥匙。更奇怪的是，这2个死者全都是光脚，没有穿鞋，他们的鞋都在酒井的家里。而酒井是要开车的，而且要载着陶景旺，似乎没有2个人都不穿鞋的理由。难道是有什么特别紧急的情况吗？比如说他们在其他人的胁迫之下出去的，所以才来不及穿鞋或者无法穿鞋。那我们就把注意力再放到酒井的家里，除了鞋在家以外，家里的电脑还是开机状态，还有一张合影是2人当天下午在酒井家拍摄的。从他们的状态上来看，不像是发生过争吵，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。并且在这个时候，2人都用手机联系过自己的朋友，朋友们回忆他们说话的语气和平时一样，感觉不到异常。在案发前1个小时，酒井还约自己的朋友在第2天的中午参加一个音乐节，因为他一直在玩乐队，还是一个乐队的主唱，所以自己也是音乐节的演出嘉宾之一。结果1个小时后就被发现已经死亡。如果有自杀的计划，他应该也没有必要再去确认第2天的事情。再加上酒井几天前还去修理过自己的手表，这些都不太符合有自杀计划的行为。退一万步说，已经是要自杀了，在自己家里就可以完成，却光脚开车跑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。这么多的疑点堆积在一起，
日本警方在取证阶段坚持认定这是自杀，似乎就站不住脚，所以酒井的家人对这个结论产生了质疑。但如果是他杀，又会是出于什么动机？情杀还是仇杀？加害者又是谁？接下来我们就展开两人的生活，看能否从这里找到蛛丝马迹。陶景旺1978年10月12日生于长野县的伊那市，他本名叫渡边芳美。高中毕业后来到东京的一所专科学院学习食品营养专业，后来到医院后厨做营养配餐的工作，但医院的工作强度很大，他坚持了1年，于2000年辞职，重新开始找工作。他搭乘电车辗转求职的时候，在东京的新宿站被一名星探挖掘，邀请他进入影视行业，给他介绍了成人影视行业的前景，还给他的未来做了规划。那记住啊，人呐，如果对自己的未来都没有规划，那就别怪别人给你画大饼。渡边芳美就是这样，那感觉自己的人生在别人的规划之下变得如此美好，就欣然同意加入公司下海拍片。2000年底开始拍摄写真进行宣传，公司给他起了个艺名叫陶景旺。那他的身高是1.48米，所以他的定位是主打萝莉系。2001年4月拍摄了第一支 AV 影片，事实证明他确实很受欢迎。直到事发当天的2002年10月12日，总共拍摄了超过200部影片，作品更新的效率非常惊人，人气不断攀升，后期拍摄一部影片的薪酬就高达100万日元。2002年5月，在公司的包装下，他和其他几名 AV 女优一同组成了一个团体叫 Mix， 参加各类的综艺活动，发表唱片并开始演出。而酒井宏树生于1977年，比陶景旺大1岁，两人都是出生在伊那市，还就读同一所高中。酒井要大一届，是渡边芳美的学长，但这时候他们并不认识。他毕业后去往名古屋的职业学校，之后先是回到老家伊那市，在一家电器厂工作。2001年5月，酒井找了一些朋友聚餐，朋友就把回到老家的渡边芳美一起带来，两人就此相识，并一直保持联络。在互相了解之后，7月份开始确立了情人的关系。那为什么说是情人呢？因为此时酒井宏树有一个已经交往了3年的女朋友，是背着女朋友和渡边在一起的。2001年8月，酒井从伊那市转移到了岩尻市，做起了二手车的生意，也借此机会和已经谈婚论嫁的女朋友提出了分手，正式和渡边确立了恋人的关系。住在东京的渡边开始频繁地去长野县找酒井，但此时的酒井并不知道自己是一直被蒙在鼓里。其实渡边也有男朋友，并且两人已经在东京同居了。渡边芳美还和自己的朋友坦白过这个事情，很害怕酒井知道，也让朋友帮自己隐瞒。平时去找酒井的时候，怕男朋友知道，就拿自己的朋友当垫背。混乱的男女关系加上渡边芳美身上的刀伤，日本警方很快地察觉到了情感纠葛的要素。那酒井因为非常喜欢渡边芳美，不想一直偷情，不惜和自己交往3年、谈婚论嫁的女友分手，因为不想让渡边芳美当小三，给她一个正式女友的名分。结果没想到，好家伙，小三竟是我自己。所以当天下午，一定是渡边芳美的事情败露，惹怒了酒井宏树，盛怒之下把她拉进车里，将车开到了人迹罕至的郊区，将其杀害之后，再给车燃上煤油，引火殉情。所以日本警察就以此作为结果草草结案。但之前提到的诸多疑点也成为酒井父母质疑警方结果的依据，他们认定自己的儿子绝对不是自杀，而是他杀。2002年11月14日，事件发生的1个月后，酒井的父母通过律师给岩尻警方写了一封信，里面列举了以上提到的疑点，要求警方给出合理解释。1周后，警方表面回应案件正在调查，对疑点不予评价，但实际上已经对事件定性了，不再有任何的跟进。11月25日，酒井的父母向法院寄出了行政起诉书，要求长野县的警方设立专门的调查小组。那酒井的朋友们还帮忙募集到了1万人的签名，要求重新调查。因为死者还涉及到一名 AV 女优，还引起了媒体的关注。警方终于在第2年2003年的1月17日开始重新着手调查。因为两人在一起没多长时间渡边也仅是偶尔去长野县看望酒井，工作、生活和事业都没有过多的交集与重合。从他杀的角度来看，应该谋杀的对象是其中1人，另外1人或许是因为当时也在场而受到了牵连。那么这个祸根到底是在哪里呢？警方一调查，还真不好说。两人的背后都有一些故事。
事发是在酒井的家里，所以先从他说起。那先期警察在酒井家里找到了一张80万日元的借条，但因为定性是自杀，所以就没有重视。重新调查后再看，就有了新的发现。借条上的内容是酒井因为资金周转不灵，在同年的4月末向某人借了80万日元，而还款日期是在9月末。案发当天已经逾期了近半个月的时间，款项的出借人是一个陌生的名字，酒井的朋友和家人，包括警方都查不到这个人。那么会不会是债务纠纷所导致的呢？首要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个款项的出借人是谁。经过大量的调查，终于发现了一个字迹相似的人，就是当时酒井的邻居 A 某。酒井生前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，虽然 A 某的笔迹和借条相似，但名字不对，说明这极有可能是 A 某伪造的。但如果是他借的，为什么不写自己的真名呢？难道是为了在不还钱的时候实施暴行而不被发现吗？警方先后3次把他叫到警局进行调查， A 某否认那是自己的签名，并且案发的时候是和朋友 B 某在一起，他可以证明自己并不在场。自己和酒井之前的关系之所以走得很近，是因为想拉他进入一个传销组织。因为根据自己的观察，酒井也是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人，在从事贩卖二手车的时候就与人狼狈为奸，经常坑害客户，所以后期运营不善导致亏损，还欠一个日裔巴西人150万日元。通过这个线索，警方认为酒井或许是在一个组织中从事违法活动，从而赚取灰色收入，后来因为内部分裂卷入金钱的纷争，或者是欠下巨额债务无法偿还，导致自己丧命。而自己遇害的时候，渡边也在现场，所以被一并做掉。那警方突然想起酒井的笔记本里有一个奇怪的三角形图案，3个角分别写着沙车克。沙第一个联想到的是酒井的名字沙凯，沙旁边还写着一串数字，应该就是自己的违法收入。车客自然就是二手车和客户。那这个内容会不会与这个违法组织有什么关系？那个日裔巴西人又是谁？又身在何处？警方至今都没有调查出来。A 某经过朋友的作证，表明自己案发时并不在场，警方就解除了他的嫌疑。可是不久之后，这个朋友 B 某就翻供了，说自己是因为受了 A 某的委托，所以做了伪证。案发时他在不在现场，没人知道，所以警方再次把 A 某给抓了回来。解释吧，为什么伪造不在场证明？ A 某解释说，是因为自己在当时去了情色场所消费，不想让自己的老婆孩子知道，所以才拉朋友垫背。即便是 A 某这么说，也显得很牵强。但是借条上的签名不是他自己的名字，仅仅是笔迹相似，又没有任何其他的直接证据，那最后只能把 A 某给放掉。那如果酒井那边没有进展，那就再换一个方向寻找，又或许是有人要做掉渡边芳美，然后跟踪他到酒井的家里，酒井才是那个受牵连的一方。那渡边芳美的背后又有什么不稳定因素呢？那警方在一家酒吧得到了一个线索，在案发前不久，酒井到这家酒吧喝酒，席间一名同桌的男子说话很大声，大概意思是酒井的女朋友竟然是 AV 女优陶景旺老师，自己是陶景旺的忠实粉丝啊，拜托酒井帮个忙，这让陶景旺来一个粉丝感谢祭，到自己家里玩玩，然后和自己睡一次。那此话一出，酒井和这人就发生了冲突，不欢而散。但这个人一直没完没了，不断给酒井打骚扰电话，并有语言上的威胁，赶紧让陶景旺来一个粉丝感谢祭，如果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，小心你俩性命不保。那警方一听这个线索，极端粉丝因爱生恨，手刃偶像，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的，所以马上就抓捕了这个人。那事实证明，他在案发前也不断给酒井打骚扰电话，但他声称自己是因为疯狂喜欢陶景旺老师而失去了理智。那关于作案，此人坚决否认。警方调查，他确实有不在场证明，而且一个人很难做到同时控制2人又不留下痕迹。狂热粉丝最终也被认定无罪。那此前也提到过关于渡边芳美，也就是陶景旺的工作，入行1年半的时间就拍了200部以上的影片，这个更新频率的工作强度可想而知。虽然当时对外宣称每一部片酬是100万日元，但也只是后期，之前的片酬也是非常的少，再加上很多时候都是要和其他女优一起联合演出，是要共享片酬的，所以到自己手里的钱很有限。公司又趁他人气正旺的时候，组成了少女团体，各种排练、演出、拍摄，挤满了自己所有的日程。这种工作强度已经让自己每天都非常的疲倦。他和朋友也透露过，又因为遇上了自己的真爱酒井，自己开始有了退出 AV 圈的想法，想转行做一个话剧演员。
所以当有了这个念头的时候，就和公司的高层产生了矛盾。但是想要退出又谈何容易呢？日本成人产业的背后都是一些大财团所掌控，而且这些财团的背景大多涉黑。一个通过自己包装成长起来的摇钱树聚宝盆，怎么可能把你给放走？那会不会是渡边去意已决，坚持离职，惹怒了公司的上层，触碰了背后涉黑集团的利益，所以派出杀手直接把他给除掉，以解心头之恨？酒井则是无辜的做了陪葬。有很多人在网络上提出了这个猜想，但是日本警方却始终没有向这个方向展开调查，所以最终从他杀的角度来看，没有发现任何有力线索。日本警方又回到了自己最初的判断，这是一起自杀事件。就这样过了1年，酒井的妈妈得知他在此前买过保险，但保险公司拒绝理赔，因为合同里明确写明了，被保险人在合同生效的2年内自杀不会获得赔偿。酒井的父母直接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民事法庭。2007年1月23日，长野县地方法院作出判决，通过酒井父母罗列的诸多疑点，认定案件性质为他杀，保险公司赔偿家属3500万日元。所以这一起案件至今还是一个在民事判决上被认定为他杀，而警方认定为自杀的事件。但是在现场的诸多疑点，警方是如何做到视而不见？是否真的是因为背后有更强大的黑恶势力，让警方也无可奈何？以后是否会有真相浮出水面，我们只能交给时间，亦或者成为一个永远的谜。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